带妈妈看世界第2期云南。本来想带我妈在广西、贵州这一片多玩一段时间的，但现在是冬季枯水期，一个游山玩水的地方又冷又没水，那就没啥好玩的了。就像这个被誉为亚洲第1大瀑布黄果树瀑布，如果是雨季来，不得了，非常的壮观。现在跟个小水沟一样，直奔云南旅游中转站昆明。先开500公里热热身，到云南肯定第一时间整点本地美食了。这家店是本地人极力推荐的，说嘎嘎好吃。真实评价一下，本来是奔着吃云南特色菌子来的，带家里人看看小人，长长见识。但店家说他们只做新鲜菌子，只有8、9月份在这里才能吃。现在说吃这个大头鱼才是最好吃的。苍兰江野生大头鱼，海拔5300左右的，真的假的？尝一下。我能要那条最牛逼的吗？可以啊。称，直接上称。那你吃得完？真的，我包吃得完，你不要质疑我的实力。我去，哎呀，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大的鱼，太牛逼了！11.3公斤，接近23斤。闻起来好香啊，可这个灶太小了，煮得太费劲了。起锅。哎呀，但是这个卖相有点磕碜呢。先尝一下鱼汤，鲜不鲜？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清甜奶香，入口又非常的细腻，而且我全程看着它做的，没有加任何的高科技。再尝一下这个鱼头，全是胶原蛋白，好鲜好嫩啊，嘎嘎好吃。23斤的鱼，我们一家人肯定是吃不完的，怕浪费，把昆明的水友都叫过来一起喝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再去滇池看一眼从西伯利亚飞越3000公里来中国度假的红嘴海鸥。最近这里这么火吗？人比海鸥多。但好像头一回觉得人挤人的风景也不错，全是 JK， 好看爱看。小易，你好，导航大理古城 Trip Fair。还是那句话，我平时一个人出门旅行，住青旅也行，住网吧也行，睡大街都行，能睡就行。但是带家人出来旅行，还是希望给到他们住的最好，吃的最好。毕竟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的。直接安排大理顶级民宿，躺平几天。酒店盲盒时间了，他这个钥匙连电子卡都没有。哎呦，哇，蛮大。这个是卫生间。哇，这客厅绝了。这床看起来不错，试一下弹性。哇，舒服。这无边框泳池也太爽了吧！这一片这么大，全是我的。虽然现在天气冷，但是6000一晚，不跳个水岂不血亏？耶！大理我去过很多次，带家人去倒是头一回。这个地方生活比较慢节奏，就适合找一个酒店，看着洱海，躺平，再泡个热水澡。美滋滋的，这不会让我赔吧？哎，不管了，让我赔再说吧。这么美的景色怎么能错过呢？干杯！这季节的洱海也很美，就是有点冷。哇，刚起床就感觉浑身难受，发冷还流鼻涕，应该是昨天在洱海边一直吹风着凉了。不行，得喝点药，太难受了。还是这个吧，之前感冒一直都在喝这个的999感冒灵，我在外面旅行常备这个，一冲一泡很方便，不然过年病殃殃的多不好啊。这一口下去全身都暖和了，舒服。大理这几天天气还不错，出门拍个全家福啊。我就说我为啥那么社牛，原来是继承我妈的。好久没见过我妈那么兴奋那么开心了，原来她爱蹦迪，而且是野迪。出大理之后就往云南高海拔的地方靠一下，看一下我妈高反严重不严重。
毕竟我还是很想带他去拉萨看一眼。丽江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地方，比较适合单身狗去。但这次是带着我妈跟我妹妹去，咱就远远看一眼玉龙雪山就走了，直奔香格里拉。这是我妈一直很想来的一个地方。从踏入香格里拉开始，我妈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10万个为什么。为什么他们的山光秃秃的？为什么他们的天那么的蓝？为什么他们的牛跟我们不太一样？为什么他们的房子是方方的？为什么他们的服饰那么好看？我们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跟他们又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是别人这样问我，我直接让他上网搜。但这是我的母亲啊，小时候我也有10万个为什么。果然啊，女人爱美是不分年龄的。我妈头一天高反都吐了，还要坚持去拍藏族的旅拍。直奔最后一站，中国最美雪山之一梅里雪山，再咬咬牙大出血一步，整一间最好的日照金山观景房。据说1月份能看到日照金山，能幸运1整年，记不记得？开不开心？耶！因为不可能让一个60岁的老人早上4、5点钟跟一群年轻人抢位子，那不虐待老人吗？这房间感觉比我在大理住的那个还要好，就这个位置了。等它日照金山，其实什么样的雪山，什么样的日照金山，我都差不多见了个遍了。但似乎这次好像是最有意义的。山外的山，我望不穿。清风过间，犹似故人在眼前。带妈妈看世界第3期，西藏拉萨，直接走国道318。我认为不只是中国最美景观公路，在世界上也能排前列。进藏的隧道也特别有意思，跟坐时光机一样。你看现在的天气灰蒙蒙的，一出隧道阳光明媚，10里不同天呐。先到第一站康定情歌的康定，适应一下海拔。明天没有高反的话，继续前进。先整个正宗的藏餐，装修还蛮藏式的，都是本地人，应该不坑。先整杯酥油茶防高反，咸奶香，正宗，好喝。这血肠一看就嘎嘎好吃，巨香。好吃。你都没吃说好吃。哇哎，藏族广场舞，妈，你的主场了，去！果然是天赋型选手，还学得有模有样的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妈没高反吧？没有。你高反没有？没有。好，小易，导航折多山出发。完了，我妈反射弧比较慢，到了新都桥3500就开始高反了。我妈跟我说后脑勺有点疼，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高反不好的预警，直接带她去好的供养酒店款一下，贵是贵一点，1晚2000，但是妈妈只有一个。如果真的出现有点高反的症状的话，你可以再吸一吸，避免到时候长吸氧的话反而有依赖性。没事，一路氪金氪过去。酒店盲盒时间，看看新都桥最好的供养酒店，2000块钱1晚，能住啥样？这门还蛮气派的。哦喂，房间蛮大，装修挺好啊，大床，还有个浴缸，风景还不赖。来，跟我学，深呼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
呼，好点没？好点。祸不单行，车还爆胎了，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是扎了个钉子。师傅还蛮良心的，都快过年了才收100块钱。我之前在丙察察爆了个胎补个胎，收我1500，那边太黑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不一定是坏事，有问题早解决嘛。还好不是在荒山野岭爆胎，还好不是在荒山野岭高反，保持微笑，嘻嘻。我妈的高反好了，精神很多了吧？这个就不会高反，因为它是南方的小土豆，耗氧量极低。还是高海拔的天空好看呢，蓝的太梦幻了。去飞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南极目前就带我妈去不了了，就先来西藏看看这边的冰川，开开眼。门票还蛮贵的，一个人要210。现在过年了那么多人，这景区不发财了？怕我妈高反，起码100一个人也不算可。这冰还蛮透明，蛮好看的，跟钻石一样。到处都是这些蓝冰的冰墙，好炫，好酷，好梦幻。忽然觉得210块钱门票还蛮值。春晚同款冰洞，这边拍照都要排长队了。这冰洞的确挺好看的，但是看起来不像是天然，像人工的。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边就是南迦巴瓦，但今天天气不好啊。这个日照金山也行，凑个数吧，耶！最后500公里就交给你了啊，妈，出发！出来旅行已经1个多月了。其实我妈最开心的事情不是到处游山玩水，而是能出镜拍视频。她会觉得这是我的工作，能帮到我。因为刚出社会的那一会儿，我妈经常自责，讲的最多的话就是她没用，她帮不了我，不能像别人家的妈妈一样让别人赢在起跑线上。但是妈，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想告诉你，我这辈子能当您的儿子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如果有来世，哪怕情况再差，条件再差，我还想当你儿子。爱你，老妈。